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呢，是我最近去上了一堂课，就是其实是教一些管理者的一些培训的，就企业的一些培训的这样子的一堂课啦。然后在课程中，我就有学习到蛮多的部分，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就是当中有一段话是让我非常有启发的，就是他讲的话是英文啦，Training doesn't work, but modeling works。OK， 这个的意思，他想要强调的东西就是，现在一般上我们在讲的培训或者是教育这个部分，如果是太过强硬的话，一般上是比较难被吸收的。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使用的是示范的效果，或者是我们使用的是某一个人分享他自己的示范的一个成果，那这个的成效是非常的有效果的。这个是这样子的一句话啦。然后这个东西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其实在设计我自己的 training 的过程中，我就会一直是想要教别人很多，想要教别人很多，但是我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你想要教人家那么多，但是别人有没有想要吸收，或者是别人能不能够吸收那么多，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很核心的重点。所以我觉得是今天我们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是，如果今天有一个第三方的某一个分享者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是亲身的经验，或者是他自己的故事，他走过的坑，他做对的事情，他做错的事情，这个的效果肯定会比一个老师站在台上，或者是站在学生面前跟大家一直唠唠叨叨的讲自己有多好，或者是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做什么，那个效果肯定是差距非常非常的大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听故事，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人他是亲身的经验，所以大家会想要听到底他当中做对了什么，跟做错了什么。就是其实有一段话是这样子讲的，就是很多时候做对的部分不是我们可以学的，或者是很多人做对的部分是吧？你听了过后，你觉得很有道理，你想要尝试的时候，你发现到你做不到，因为你有的一些条件，你有跟他的资源，甚至你在的时间点都跟他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他做对的东西你不一定能够学到，但是他做错的东西一定是你能够学到的部分，就是比如说他做了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他一定会带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或者是一个学习，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够往这个方向去走，因为他很大概率可能是错的。所以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中，知道如何去避坑，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也是在这个就是别人通过别人的示范或者是别人分享的故事，是可以学到最多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星期体验到最多的，因为就是在那堂课程中，就是他真的是不像一个老师在上面跟你讲课，他就直接邀请了就是业界非常有经验的一些人回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同时间呢，他在分享的过程中呢，他也会把就是这个学院想要教的这一个主题呢，放进他的这个分享里面。他会告诉你，他透过这个框架或者是透过这个主题，怎么样去做他的公司，所以最后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过程中，大家就会听得很开心，同时间也学到很多。同时间你会发现，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他的亲身经验得出来的一些心得，所以这个东西他就会带给你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那一天我觉得真的是收获良多啦，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个星期让我非常有启发的这么样一句话。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谷歌的 AI Mode， 也就是这个已经推出了大概2个月时间，但是终于呢在这个星期呢推出到了马来西亚，甚至是可能其他的180多个国家的一个谷歌 AI Mode。那这个谷歌 AI Mode 呢，跟我们一般上在讲的谷歌 Search 呢，它的具体的差别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使用之后的心得，以及是我对于这整个谷歌接下来的未来的发展的一些预测，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和一些总结。那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什么是谷歌 AI Mode。简单来说，其实现在因为 AI 的字眼让大家非常的混乱，包括像谷歌自己又有很多的 Gemini 啊，又有很多不同的 AI function，所以已经让大家非常的混乱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不要把这个谷歌 AI Mode 呢想成是谷歌的全部。OK， 实际上谷歌自己最强的那个模型呢是叫做 Gemini， 这个 Gemini 才是它最强的模型。那这个 Google AI Mode 呢，它只是在 Google Search 上面的一个 AI 的一个 function， 所以大家更简单的可以理解，它其实叫做 Search AI Mode。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它会更加的合理，或者是更加的清楚哦。其实它就是一个搜索加上 AI 的一个功能。那这个搜索加 AI 的功能，到底它的具体的差别会是什么呢？第一个大家必须先理解的一个观念呢，就是以前的 Google Search 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叫做搜索引擎。至于现在的这个 AI Mode， 或者是我们以前提过的 Perplexity， 或者是 ChatGPT 的这个 Search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答案引擎。那搜索引擎跟答案引擎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是以前在 Google Search 的时候，你做的那个流程是不是都是长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今天想要搜索某一样东西，比如说我最近想印东西，然后我想要知道我的附近有没有什么样的店，所以我就会在 Google Search 上面打 Printing Shop near me，或者是 Printing Shop KL、Printing Shop JB，就是大部分都是用这样子的关键字开头，然后呢，它就会给你10个 link 或者是很多个 link，然后你就会自己一个个点进去看一下哪一个最适合你现在遇到的情况。比如说像我自己的例子，就是很多时候我都是在周末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哎呦，这个文件很紧急的需要印出来，可能周末要去见某个人，我需要这个文件被印出来，我家里没有这个复印机，那我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寻找的不是一般的 printing shop，它必须符合几个条件，是它必须在周末能够开。第二个部分是它可能需要在晚上的时候是开门的，然后第三个部分是它能够复印我要的东西，第四个部分是它需要能够很快的能够复印出来，所以它必须符合很多的条件，它才是真正的满足我的需求。但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是 Google Search 的方式呢，Google 做的事情就是搜索引擎嘛，所以它只是帮你把所有的网站全部列出来，然后你自己去做筛选的过程，你自己去做理解的过程，然后呢，最后你得出来那个答案可能得到，可能得不到，可能不是太好，可能太好，然后但是呢，最后是你自己的事情了，所以他把这整个工作都交回给你了。但是到了这个 AI Mode 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现在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答案引擎了。所以它除了会做第一步的那个功能，就是它会帮你把所有的网站适合的，或者是相关的，或者是可能性的，它全部都会帮你列出来之外呢，它也会根据对于这个用户的一个理解，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讲，我需要的是在周末会开的，我需要的是在晚上也能够开的，我需要的是在星期六的8点晚上还能够开的一个 printing shop。他会理解这个意思，他会自己去筛选，从他自己找到的这些资料里面筛选出来他觉得可能性的答案，然后最后把那个答案列给你。所以你看到的不再是10个网站的连接，你在搜寻完之后，你看到的是一个 AI 给回复你的一个答案。那这个答案里面呢，它必须是有理有据的，所以它就会在中间呢放上一个叫做 citation， 也就是我们叫做备注或者是引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符号。所以比如说，就好像我们在读很多的书本，通常都会有一些备注或者是会是引用的一些小标志在你的书本的某个名词下面，所以你可能就可以翻到那个章节的结尾去看一下它的引用是来自哪里。这个也是一样的概念。所以比如说，它最后给你的答案可能是现在有开的 printing shop 叫做 ABC。然后它就在 ABC 的旁边放上一个符号，然后这个符号呢，它就是一个网站连接，或者是很多个网站连接，里面就会列出来这些 ABC 的网站啊，或者是可能跟它相关的一些资讯啊。所以如果你想要确认就是这个 AI 到底有没有讲骗话，你可以直接点进这个网站里面去看，去到 ABC 的网站直接看你是不是真的是在星期六8点会开门。所以它直接让用户省略了以前去筛选、去研究的这个过程。所以你现在呢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Google AI Mode 呢，你要做的东西就只剩下就是确保 AI 给的答案是正确的，以及确保它的答案符合你的要求。那如果你今天发现到他给的这个答案不符合你的要求，你就可以追问他，就是我可以再问多下一个问题，你这个东西理解错了，或者是我其实除了符合满足 A 条件之外，我想要满足 B 条件，所以你可以直接加问这个东西，然后他会记得你之前讲过的话，会让你继续的从之前和现在的这个对话里面继续的延伸更多答案给你，让你去找到你真正想要的答案。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身为一个用户，你的这一个好奇心，以及就是你想要寻找的这个答案，你找到了，或者是找到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满意的一个答案，然后你就会离开。但是呢，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短的，尤其是比起以前 Google Search 的过程，比如说，可能我以前想要了解一些很深入的一些主题，我可能需要花费可能几个星期，甚至最快也是可能半天的时间，或者是2、3个小时的时间，我才能够搞懂这一个主题到底在讲什么，有什么部分是我需要注意的，有什么样的地方是它的专业，有什么样的地方是我需要考量的。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 Google 的 AI Mode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引擎呢，其实你是在可能短短的2、3分钟，或者是3到5分钟里面，甚至可能更快，是你一搜寻完你就得到了这个答案，所以它其实很大幅度的减少了那个效率。那其实刚才有讲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其实要注意的东西是，他给的答案是不是正确的。所以你在理解这个答案的时候呢，通常我会做的东西，就是在他真的是结论，或者是在一些很关键性上面的决定，我一定会点进他的一些 citation，就是他的这个引用的这些连接里面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通常呢，这些 AI 他们是很聪明的，所以他是可能会把可能3到5个网站，每个网站只讲出一个观点，他把这3到5个观点合并起来，总结成一个答
答案给你。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它可能会出现偏差，所以这个部分最好是还是由你人工去确定。但是还是回到刚刚那个概念，就是这个东西比起以前呢，它是真的快了很多，你的效率是很大幅度的提升。更重要的状况是，如果人开始依赖这个东西，像我自己开始依赖，我也看到很多人开始依赖，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懒惰。也就是说，因为他搜寻的方式更快了，所以我其实在一天里面做的搜索是更多的，但是每一个搜索我花的时间是更少的，我可能去验证的时间是更少的。但是呢，它却是帮我节省了我很多时间，让我可以 focus 在更多的工作，或者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或者是我可以把这个时间留给我的家人，或者是留给我自己，有更多的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时间。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呢，它的竞争对手有谁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最认识的，就是 ChatGPT 的 Search。这个东西会跟普通的 ChatGPT 是有点不一样的，很多人不理解它中间的差别。但我这里快速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一般上我们在使用 ChatGPT 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开启这个搜索的功能呢，就是你没有开启这个 Web Search 的这个功能，你没有在它的那个 Tools 那里打开这个 Search 的这个功能呢，其实 ChatGPT 可能是会根据他自己以前学到的一些经验去给你答案的。因为大家知道，在训练 AI 的过程中，他一定是已经读完了可能全世界的一些资料，所以他可能读的是2022年的资料，或者是可能是读的是可能以前1985年的一个资料，所以他是会根据以前他知道的这些资讯呢，从他的头脑里面挖出来，然后把那个答案给你。所以他没有进行就是网络搜索的这个功能，你必须去打开了这个功能，你才是在用的 ChatGPT Search。那 ChatGPT Search 呢，才会去搜索网络上面现在的资料，根据他的自己本来头脑里面的那个答案去做一个结合。这个东西它才是给你一个最新、最准确，或者是更加及时的一个资讯，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差别啦。当然，现在因为 AI 非常的聪明，所以有时候你在问它的过程中，比如说你问它2025年的这个资料最新的 update 是什么，它可能会自己判断哦，这个东西我没有，它会自己的打开这个 search 的功能。但是呢，我想要强调的重点就是，如果你要确保你的这个东西是最新、最 latest、最 update，或者是比较准确的话呢，我一定会推荐你自己 manual 去打开这个 search 功能，因为这样子你才能确保你现在这个答案是让你心中会比较有底的。至于第二个呢是 Perplexity，那 Perplexity 呢，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以前做的这个 Perplexity 的这一集的 podcast 啦，那一集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实际上我现在也是非常依赖像 Perplexity 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引擎，因为它真的加大了我的搜索的效率，加大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甚至是它可以很满足于我现在这个被养大的这个胃口，它每天可以让我有很多的好奇，有很多的学习，是得到一个解答，是得到一个结论的。那相对这些其他的竞争对手，这个 Google AI Mode 它的优势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它是免费的。当然 Perplexity 也有免费 ，ChatGPT Search 也有免费，但是呢，他们用的那个模型属于更加的 basic 的，就是一般上我看到的东西是你必须用订阅的模式之后呢，你才会开启一个更加强的一个 AI Model。那这个 Model 呢，它才能够给你一个更好的一个答案。但是目前为止，Google 的这个搜索呢，虽然我也不确定这个 Google AI Mode 到底具体上用的是哪个 model，但是可以感觉到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免费的，所以你可以无限的问它任何的问题，是没有任何的限制你需要注意的。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像我刚才讲的好奇心的部分全部都可以问它，去测试它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再来，我觉得这个 Google AI Mode 最大的优势呢，在于对于本地化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像我自己的话，对于马来西亚或者是对于我所在的这个城市的这个理解呢，我觉得这个是目前为止 ChatGPT 跟 Perplexity 我用起来都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的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其实是绑定 Google 的其他的技术的，包括了 Google Map 以及 Google My Business。就是这两个功能呢，加在一起呢，是完全让 Google 呢对于每个 local 是非常非常的了解的。他非常了解这个地方靠近哪里，他非常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店，或者是这个店得到的 review 是什么，所以他会知道这个店可能会有的一些状况是什么。这个部分呢，是目前为止在 Perplexity 跟 ChatGPT 无法达到的一个境界。所以我发现到像我该讲那个例子，比如说我让他去找附近有什么 printing shop，或者是我让他在 research， 比如说可能我最近在研究，可能最近有什么新推出的手机。一般上我在研究手机的时候呢，你用 ChatGPT 也好，你用 Perplexity 也好，你想要了解这些全球化的一些商品的一些资料是非常简单的，每一个厂商都可以做得非常的好，把那些答案告诉你。但是到了最后一步呢，我现在有兴趣，我想要去买的时候呢，
我发现到这个谷歌 AI Mode 呢，它给我的答案是更加的精准的，因为它可以很准确的告诉我，好，你现在想要去买，在你附近的店有什么样的选择，在你附近的 brand 你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比如说你要它快到货，或者是你要去实体去摸的话，你可以的选择有哪一些？我发现到这个东西它给出来的答案呢，是远远超过于 Perplexity 跟 ChatGPT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谷歌 AI Mode 最大的一个优势。再来，我聊一个就是我自己体会之后的一个心得，就是我发现呢，它在 citation 的部分呢没有做的那么的好，或者是它没有像Perplexity 那么的严谨，就是对于每一个结论呢，它都一定会给一个 citation，它给的 citation 是比较的模糊，或者是比较的大略，就是它可能给你一个很长篇的一段话之后呢，才会给你一个 citation，然后这个 citation 也没有解释它具体上是怎么样得来这个结论的，所以它就会给你几个 link 让你自己去看翻什么事情，或者是我发现到它选用的那个 citation 的数量是相对的少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他非常的有信心，他看完了这些网站之后呢，非常的有信心，就只给你这3个网站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但是呢，我觉得在细节上面或者是在理解上面呢，他就会比较疏一点，因为我无法确定他给出来这个结论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是说它会让我觉得它不够严谨。简单点，它不够严谨。如果是 Perplexity 的话，它会让我感觉非常的严谨，就是它对于里面讲的每一句话，它都有一个很把握的一个 citation 放在旁边，就是有一点像是你可以去，这个是我得出来的答案，欢迎你自己去查询它是不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在严谨的部分，如果没有办法做的那么好的时候，当你想要研究一些深入的资料的时候呢，我就不会首选 Google AI Mode，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给的答案不一定精准，或者是它给的解释太少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会更加偏向用 Perplexity 去学习。但是呢，Google AI Mode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它强是强在我今天想要买东西，我今天想要消费，我今天想要寻找某一个店，我今天想要寻找某一个生意，我今天想要了解某一个服务，某一个公司的某一个服务呢，这些都是 Google AI 很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你想要快速了解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你想要做一个决定，比如说我想要出去买东西，或者是我想要去认识这间公司，我想要查询附近有什么样的一些 business，或者是附近有什么样的服务是可以真正帮到我的，这个就是 Google AI Mode 相对其他2家很强的一个部分。至于另外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目前为止只支援英文的这个搜索，所以如果你用中文去搜索，它是搜索不出来的。然后用 search 的方式呢，它的 search 功能也是非常的烂的，就是我那时候用了一次 search 之后呢，它直接把我的这个账号的那个功能关掉，我也不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现在整个手机的 Google App 呢是无法使用这个模式的，我必须去另外使用，好像是 Safari 啊这样子的一个browser 去打开这个 Google AI Mode，我不能够用 Google 自己原生的这个 iOS 这个 App 去做这个 Google AI Mode，对我来讲是非常荒谬的啦。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一个解答，全部的原因都只是因为我用了这个 search 的 function。最后我来聊聊我对于这个 Google AI Mode 的一个发展方向，还有一个趋势，以及我对它的一个理解。那首先呢，我自己觉得其实它这个时候推出 AI Mode 已经是属于非常非常的迟了。然后在推出之后呢，也不像是 Perplexity 那么的严谨，就是它的功能没有到那么的完整，或者是没有到那么的深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自己会觉得它其实没有真正很努力，或者是很拼命的想要发力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感觉到它是有一点像是试探性的一步，或者是我只是不要让我自己被淘汰，我只是告诉大家我还有这个东西，但是我没有要抢第一个，我也没有要第一个去改变这个世界。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像很多大师分析过的，就是 Google 现在面临着的是一个创新者的两难。简单的来说，就是因为其实 Google 呢，它一年的收入大概是在4000亿美金的这一个水位啦，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这个4000亿美金的水位里面呢，它有超过50%呢是来自于 Google Search 的这个收入。所以今天如果我把这个 Google Search 的界面完全换成 Google AI Mode 呢，会发生什么事情？首先呢，Google AI Mode 目前为止是没有广告模式的，它还没有想清楚广告模式要怎么样去运作。因为以前呢，Google 收取广告费的方式呢，是透过你去点击那些他们 sponsor 的那些 link，它才能够获得收入。可是呢，在这个 AI Mode 的情况下面，所有的答案都已经出现在 AI 给你的解答里面，你甚至很多懒惰的人呢，也完全不去点那些 link 去检查，或者是出现的 link 的那个数量，比起以前是非常大幅度的降低的。所以，这个东西如果它太过 aggressive，或者是太过大幅度的改动，比如说它把整个 Google Search 界面直接变成 AI Mode 的界面的话呢，它其实会让Google 自己的收入大幅度的减少。那这个东西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4000亿好了，可能它里面只有5%啊是会被影响到的就好。那它也是一个200亿的一个事情诶，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只是做了一个这样小的改动，可能影响到的却是200亿或者以上的收入被影响。
那我们可以再想一下，就是有多少间公司每一年的收入是超过200亿的，所以它其实这个影响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谷歌一直不想要改变，或者是它的改变非常的缓慢。就是对我而言呢，它其实现在有着全世界最强的模型之一，就是它的 Gemini 呢是属于第一梯队的模型。第二个，它有最强的搜索引擎 Google Search。那对于它来讲，要做出一个领先于全世界的一个 AI mod 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为什么它还是没有 Perplexity 好用呢？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能够做这一步，因为这一步影响太大了。哪怕他们知道答案就在那里，哪怕他们的人很想要做这个事情，也会因为他们无法承担这个收入的降低呢，导致他们停下了这一步。所以他们是不会往前走的，或者是他们是非常被动的往前走的。在他们找到 AI Mode 的广告模式之前呢，他们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只是非常应付性的更新我的一个功能，等到真的太多人需要了，我怕流失用户呢，我才会 update 一个新的功能。这个是我对谷歌的一个看法。那再来呢，我想要聊的另外一个观点呢，是关于谷歌的 SEO，就是一直以来大家在讲的一个 SEO 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会让我自己的网站呢，去让谷歌 Search 更加容易把我的网站放出来，比如说排在我的竞争对手前面，或者是出现在人家 Search 的时候排在第一个。这样子的优势是什么？这样子的优势就是大部分人是懒惰的嘛，所以我就会点进第一个或者是前面3个，然后这些 link 是我更加容易点进去的。那点进去之后呢，就更加有可能增加我的成交率。这个是谷歌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但是呢，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现在用了 AI Mode 之后呢，我不再是需要点进每个 link 了，而且每个 link 的排列组合也不再是这样子排下来了。现在可能是出现 citation 点过去才是这样子排下来，可是排下来的那一个数量也比以前少很多。同时间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人类的这一个习惯呢，是会让他们越来越少去点进这些 link 的。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接下来所有网站的流量都会有很大幅度的缩水，也就是来到你网站的人变少了，那自然呢，你的销售就会变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大的重点就是整个 SEO 的规则已经完全的改变了。现在开始呢，来到你网站的这一个人呢，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他是一个 AI agent， 他可能是 ChatGPT 的这个 agent， 他可能是Perplexity 的这个代理，它可能是这个 Google AI Mode 的这个代理，也就是说，来到你的网站是一个机器人，它只是来抓取你的一些网站的一些资讯，同时间抓回去他自己的一个判断中心，然后在判断中心那里呢，他会自己决定 ，OK， 这个人讲的比较好，我就把这个网站放进我的 citation 里面，给出用户这样子的一个结论。所以我自己觉得会发展的方向就是，接下来所有人的网站呢，如果你依旧想要在 ChatGPT 上面出现，或者是在 Google AI Mode 上面出现呢，最大的重点就是你现在的网站必须是 AI friendly 的，必须是让 AI 很轻松的进来你的网站之后，抓取他觉得最适合的资讯之后离开。这个部分呢，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要让 AI 能够很轻松。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不管他是 AI 或者他是人，他都是懒惰的。所以如果今天他进来这个网站，他可以非常轻松的抓到他自己看得懂的东西，那他肯定会更偏向于抓取这个网站，并且把这个网站的资讯出现在他的答案里面，甚至是说把品牌，比如说讲的真的太好了，他会把品牌的这个名字出现在答案里面。这个是我觉得接下来 SEO 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接下来所有网站会接下来开始前往的一个方向。从企业的角度，也是真正能够获得转化率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如果今天大家都不用 Google Search， 因为 Google AI Mode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引擎太好用的话，那你的网站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面对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改变？而且呢，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 AI 它是需要持续去学习的，就是它今天想要变得更聪明，它需要更多的资料去学习。同时间呢，如果他想要了解最新的一些趋势呢，是需要有人去喂给他这些资料的，而这些网站必须持续性的能够喂给他更新的一些资料，他才能够不断的满足就是新一代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用户一些新的一些想法跟新的一些疑问。所以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从来都没有变过，就是用户其实他要的是一个最新的资讯，那网站在做的事情就是提供这些最新的资讯，只是现在的这个使用方式不一样了。比如说以前的时代是用户呢必须到你的网站才能够获取这些资讯。再来第二个步骤是用户呢开始因为网站变得很多了，他需要 Google Search 这个媒介，他才能够去到你的网站获得这些资讯。现在呢最大的重点就是用户呢甚至就只是在这里等待这一个 AI 呢帮他整理好了网站的资讯呢传回给用户，用户呢只是做吸收跟审核的这个步骤。所以呢用户的行为模式改变了，但是呢网站对于
它的那个价值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呢它的运行的规则改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差别。所以网站还是持续的重要。所以我这样子看下来之后呢，我觉得接下来一些专业的网站或者是一些真正能够带来价值的网站，依旧是在网络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但是呢，如何能够让用户真正的看到你，会是一个更加大的一个学习。那最后呢，我觉得对于这个 AI 搜索的这个商业模式呢，现在是完全还没有开始的，就是现在还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因为大家还不确定到底未来会是订阅的模式呢，还是会是广告的模式呢，或者是某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呢？现在没有人能够保证，包括连谷歌自己都还没有找到这个 AI mode 的这个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如果用以前过去发生的事情来推断未来的话，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行业大哥他跟我分享的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的受益，所以我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就是呢，他跟我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在1998年谷歌推出谷歌 Search 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谷歌其实也没有想到它的商业模式可以是用广告的方式，或者是出现在第一名，就是它最好的这个广告模式。那个时候谷歌也还没有想通的。所以其实它不是一开始就已经确定是这样的方向的，而是因为你有了一个好的产品之后呢，才会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伴随而来。都是因为 Google Search 太好用，才会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来辅助这一个 Google Search，让它能够持续的增长，能够持续的赚到钱，能够持续的用免费的方式提供给用户。所以，甚至呢，如果你用过去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个更加神奇的东西，就是像我自己在处的这个行业，digital marketing 啦，像我的公司已经做了7年多的一个时间呢，其实呢，它在20年前呢也是完全没有出现的。所以20年前的人无法想象 social media，20年前的人无法想象这个 Google Search 会带来这个商业模式是长到这个样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推断未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这个商业模式是完全还没有出现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跟一些新的行业，可能是接下来我非常期待的，就是到底会有什么一个新的行业？就是旧的行业可能会有一些行业会被淘汰，但是呢，一定会出现一些新的行业。只要你能够掌握这个新的行业，你就能够在这个新的这个洪流里面继续的能够保持在市场上的价值，继续提供这个市场上的价值，然后赚取到你应得的一个收入。这个是我对于未来的一个看法。而且呢，我觉得它跟以前最大的差别就是，以前需要20年的时间才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的完整化，接下来可能只需要2到5年的时间，它就能够完整的出现这个商业模式，并且是已经进入成熟的阶段了。这个东西呢，它可以发展那么快的原因呢，是因为 AI 的出现，它已经很大幅度的加快了全世界、全人类的一个文明的发展速度。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想法和观点。那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欢迎一起交流。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拜拜。